师，您仔细看看，我妈妈的坟位对不对？说到港式恐怖片，那就不得不提《阴阳路》系列。从1997年到2007年，短短10年时间就产出了多达20部，其中最吓人的当属第4部《与鬼同行》，就连导演邱礼涛也忍不住亲自客串，演员阵容更是群星荟萃，不仅有恐怖片钉子户古天乐、雷宇扬和黎耀祥，更有变态专业户孙家军的加盟。孙家军在《人肉叉烧包》第2部中的表现肯定让大家印象深刻。与鬼同行依然是经典的3段式恐怖片，它由3个互相关联却又毫不相干的故事组成。故事要从阿花的噩梦开始，只见一辆牛气哄哄的面包车向她撞来，阿花被猛然惊醒，此时她打算与丈夫阿荣坐飞机去菲律宾度蜜月，跟他们乘坐同一个航班的都是些老面孔。阿迪看到2人相亲相爱的样子，顿时就想起了泰坦尼克号杰克和露丝相亲相爱的样子。他们后座的悠悠听到他们讲这么不吉利的话，非常气愤。麻烦你不要在飞机上说这些不吉利的事，谢谢合作哦。3人见到后面的是同一个旅行团的2个美女，顿时两眼放光，开始不停搭讪。一旁的领队小心提醒大家，还有10分钟就要到站了。一旁的快递小哥阿明一听还有10分钟，急忙放下快递去厕所放水。很快飞机就降落了，在过安检口的时候，阿明的快递被拦住，无奈之下他只能打开快递让对方检查。安检员用手抓了一把骨灰坛里的粉末尝了一下，就开始怀疑阿明是个走私犯，由于语言不通将他抓了起来。在接受检查时，阿明及时找到了通行证和死亡证，才解除了误会。随后阿明便给雇主打去了电话，雇主表示让他先在酒店住下，第2天会过来取骨灰坛。在住酒店的时候，恰好又遇到了一起坐飞机过来的旅行团，众人都对他的骨灰坛非常感兴趣，尤其是 KK 和悠悠，他们还趁机过来拉生意。就在阿明去办入住手续的时候，王百万带着他的秘书匆匆忙忙的来退房。悠悠和 KK 见到老客户，急忙上前打招呼。不好住吗？很好很好，不过我要找个更好的地方。就这样了。我要这样。实际上2人住进酒店后就要放飞自我，结果恐怖的事情发生了，2人才要急急忙忙的换酒店，毫不知情的阿明就住进了王百万刚刚退掉的房间。到了晚上，他面对着骨灰坛实在难以入睡，于是就起来将骨灰坛放进了浴缸里。可到了半夜，他突然听到厕所传来了流水声，于是他便来到厕所查看，结果看到浴帘后面有人在洗澡，他靠近一看，居然是个女的。阿明心想自己并没有叫技师，就要拉开浴帘查看，结果浴帘后面竟是那个骨灰坛。阿明还以为是自己眼花，就要失望的离开，可就在此时，他又真真切切地看到浴帘后面确实有人，此时他才意识到自己这是见鬼了，于是他急忙收拾东西准备逃出酒店，可刚一开门就发现门口有个老怪物。阿明被猛然惊醒，原来刚刚只是个梦，可他刚躺下又发现了不对劲，等他再次睁眼的时候，分不清自己是不是在梦境中。就在此时，门外传来了敲门声，阿明小心翼翼地将门打开，发现是个人，才放下心来。这人正是他的雇主，找来接他的马里奥。马里奥将汽车钥匙递给阿明，表示自己不会开车，让他帮忙把骨灰送到家。阿明心想，来都来了，就打算送佛送到西。他没有注意到的是，旅行团的大巴居然也跟在他们后面。在路上，他与马里奥聊天时，突然发现车上多了一个女人。当他回头查看时，女人早已消失不见。阿明只以为是自己又眼花了。来到落脚的酒店后，阿明发现王百万和他的秘书居然慌慌张张地从里面跑出来。这里不好住吗？好住，好住。不过我找一间更好住的。找一间更好住的。随后，阿明又住进了王百万曾经住过的房间。在他锻炼身体的时候，突然听到了有人敲门。当他出门的时候，只看见了一个女人的背影。阿明想要跟踪女人，看她要搞什么鬼，结果发现女人居然去了马里奥的房间。他偷偷进屋，开始免费看2人的表演，结果一扭头看到了桌子上死亡证明。他发现死亡证明上的相片跟女人长得一模一样，于是便本来应该匆匆忙忙有男有女，现在是匆匆忙忙变混蛋吧。
阿明跳上车就要开车逃走，可汽车却怎么也打不着火。就在此时，那个女人突然出现在车前，阿明大惊失色，从车上跳下，连滚带爬的逃跑。可此时马里奥突然出现，马里奥解释说那个女的只是莉莉的妹妹，他才放下心来。次日一早，两人就将骨灰坛送到了目的地。阿明急忙换上快递员的工作服，随后从马里奥手中接过骨灰坛去送快递。收快递的是莉莉的母亲，他告诉阿明，莉莉死后不久，她的男友马里奥就殉情了。阿明大惊失色，此时他才知道，原来这一路上不是他的幻觉。在告别时，莉莉的母亲将这辆汽车送给了阿明。然而，跟阿明一起来的旅行团又入住了一家新的酒店，在这里，他们第3次遇到了王百万与他的秘书。此时，大家还没意识到王百万路过的地方全是鬼屋。随后，旅游团领队小新给大家讲了讲这里的规矩。菲律宾呢是个天主教国家，所以呢，酒店里每个房间都有一本圣经在里面。当你们看见圣经是打开的，千万不要合起来啊！那如果合起来呢？那就别调皮，再把它打开吧。可到这里度蜜月的阿花和阿荣根本不知道这个规矩，阿花随手就将翻开的圣经合了起来。随后两人便出来逛街，在路上阿花很快就发现了不对劲，自己的画像居然出现在了店铺的门口。阿荣也非常疑惑，因为他们两个都是第一次来菲律宾。阿花质问店家为什么有自己的画像，老板娘却答非所问，询问阿花是不是有个孩子。阿花非常疑惑，因为她刚刚结婚，哪来的孩子？老板娘又问她是否有堕胎史，眼看丈夫就在旁边，阿花自然矢口否认。老板娘又把矛头指向了阿荣，问他是不是有个私生子。阿荣以为这个老板娘脑子不正常，拉起阿花就要离开，可老板娘却说出了3个预言。第一个是阿荣会在菲律宾遇到老朋友，第二，当教堂移动，人们会忏悔罪过，第三，两人的旅程将终身难忘。可阿荣并不相信，在临走时，老板娘还把自己地址留给了阿花。到了晚上，为了考验阿荣，阿花带他来到酒吧看精彩表演。坐在最前排的阿荣早就看得血脉喷张，可由于妻子就在旁边，他只能假装镇定，好不容易坚持看完了表演。没想到那个女演员居然冲出来想要和阿荣合影，阿花很大方地同意了，并且亲自为两人拍了照。拿到照片后，阿花拉起阿荣就离开了这里。两人在回酒店的路上，阿荣居然遇到了多年不见的朋友约翰，这也证实了老板娘的第一个预言。结果当天晚上，阿花就做了个噩梦，阿龙居然和那个演员做出了对不起他的事情。从第2天开始，阿花就开始对阿荣产生了怀疑，就连阿荣买来的椰子他都挑刺。哇，干嘛还留着这张照片啊？快把它扔了！扔了。哎，扔了，来喝一口，喝一口，来喝。阿龙刚刚丢掉照片，阿花就发现倒映在水里的教堂在动，紧接着就有一群犯错的人边走边祈祷，这也验证了老板娘的第2个预言。见到这一幕，阿花就把憋在她心里多日的话说了出来。你在外面是不是跟别的女人有了孩子？阿荣一听非常生气，自己的妻子居然去相信一个神婆，也不相信自己。阿花见状提出今天自由活动，两人互不干涉。由于阿荣没有酒店钥匙，就来到了看表演的那家酒吧。没想到那天的女演员也在，并且把自己和阿荣的合影送给阿荣。阿荣立刻想起了那天他表演的样子，顿时有了反应，于是便来到洗手间，试图用凉水让自己清醒。可没想到他刚出门就被女演员拉进了女厕所。与此同时，阿花也根据地址找到了老板娘。原来那个老板娘真的是个神婆，一见面他就问神婆阿龙到底有没有做过对不起他的事情，可神婆又没有正面回答，反而把问题抛回给了阿花，表示只要阿花觉得两人感情够好，就没有必要怀疑对方。很快两人就不约而同地回到了酒店。此时的阿花已经想通了，并且主动向阿荣道歉，表示自己不应该怀疑他。阿荣一听非常高兴，就要拉着阿花回房间。可就在此时，阿花发现了不对劲，白天丢掉的相片居然出现在了阿荣的口袋里。阿荣大吃一惊，因为这是那个女演员塞给自己的，他赶紧心虚地将相片丢掉。紧接着阿花又发现了阿荣领子上的口红印，这下阿荣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。阿花跟他大吵一架后，气愤地跑出了酒店。阿荣见状急忙追了出去，他恰好看到一辆牛头面包车撞向阿花，于是他便奋不顾身地将阿花推开，而他自己却惨死在车下。就在此时，巫婆突然出现，她告诉阿花，之所以受到考验，就是因为她触犯了禁忌，合上了那本圣经，而被她合上的那
一页内容恰好就是犹大背叛耶稣的故事。此时的阿花后悔不已，她突然记起了刚坐上飞机时做的噩梦，因为她的疑心才害死了自己的男朋友。就在此时，旅行团的车也来到了这里，他们恰好见到了出意外的阿荣。就如同阿迪所说，两人的结局就如同泰坦尼克号的杰克和露丝。看完热闹以后，他们就住进了酒店。苦命三人组来到房间后，做出了一个决定，先带我去咖啡厅泡妞。好。可刚走出不远，宇阳就发现他的雨衣忘带，于是便独自回到房间寻找雨衣。可就在此时，他身后的房门突然打开，一个美女邀请他一起共度良宵。宇阳顾不上拿雨衣，就来到了美女的房间。可很快他就发现了不对劲，这个美女居然不是人，于是他便逃回了房间。就在此时，其余两人已经回到了房间，于是宇阳就把自己见鬼的事情告诉了两人，两人并不在乎。阿迪还告诉了他一个好消息，刚刚下面有个美女告诉他们，有家叫滴答滴的酒吧是男人的天堂。于是三人一拍即合，居然酒店闹鬼，那么他们就搬到滴答滴住。很快在出租车司机的带领下，他们就找到了滴答滴。这里面果然如同美女所说，很快阿翔就找到了自己的目标，可宇阳却大惊失色，这正是他在对门见到的那个女鬼。可阿翔却以为宇阳在嫉妒他，表示即使是鬼，他也要做一次宁采臣那样的恶灵骑士。阿翔也是一个非常有情调的人。来到房间以后，他就打开了自己的百宝箱，里边有香槟、烛台、玫瑰和消毒水，并且还有2沓小雨伞。就在宇阳以为自己要起飞的时候，美女突然变成了老太婆。另一边，他的2个好兄弟也有了相同的经历，他们不约而同地从滴答滴逃了出来。在他们诉说自己各自经历的时候，发现墙上居然贴满了他们3个的通缉令。三人发现不对劲，想逃跑的时候，为时已晚。鬼魂大部队已经发现了三人更是出师不利。刚刚逃进民房，阿翔就被一旁倒下来的风扇摔断了手指。阿翔赶紧找回手指，然后继续逃跑，但没想到他们自投罗网，居然跑进了鬼魂的大本营。无奈之下，三人只好举手投降。三人并没有像想象中的那样被恶鬼分尸，而是把他们抓到了礼堂里进行审判。审判者便是一直勾引他们的美女。三人都非常疑惑，他们来到马来西亚以后，一直跟着旅游团东奔西跑，根本没有犯过什么罪，而美女却让一旁的几个老鬼来指证三人。原来三人犯了10戒中的好几条，总之就是什么也没做，有想法也不行。于是便在他们面前亲手处决了一个犯人，然后指着阿翔让他动手处决另一个犯人。阿翔表示自己手无缚鸡之力，根本没能力处决犯人。美女便递给他一把水果刀，只要处决了犯人就饶恕他的罪责。可是连鸡都没杀过的阿翔根本不敢动手。一旁的宇阳一听，主动站了出来，要替好兄弟处决犯人。可美女却改变了主意，让宇阳对自己的好兄弟阿迪动手。就在两人僵持不下的时候，阿翔却绷不住了，直接用自己的断指砸向了美女。没想到美女居然被他的手指打飞。三人趁着这个机会，赶紧捡起地上的砍刀，杀出了重围。眼看后边有追兵追来，宇阳和阿迪认为阿翔的手指可以驱邪，于是又斩下了他4根手指。可是后面的追兵越来越多，他们发现4根手指根本不够用，所以刚刚的4根手指白斩了，他们只能继续逃跑。很快三人就逃到了一间教堂里，教堂突然射出一道白光，将后面的追兵全部阻挡。就在此时，三人突然醒了过来，他们发现自己的手指还在手上，原来刚刚只是个梦。就在此时，他们听到了导游小新的声音：你们不是不跟我们吗？原来自己到这儿来了。没关系没关系，一起听啊。从这边说起。随后小新便给他们讲了这间教堂的故事。原来就在1993年，教堂附近火山爆发，火山灰淹没了整个小镇，当时无人幸免，所以刚刚他们3人梦到的鬼魂便是小镇里的居民。经历过这件事后，三人不再整天想着泡妞，改过自新。很快旅行就结束了。在回香港的飞机上，除了阿荣已经不在之外，其他人一如既往。王百万还想着回到香港以后怎么弥补秘书，可就在此时，广播里传来了一个好消息：各位旅客请注意，由于现在香港天气非常恶劣，本班飞机将会返回马尼拉国际机场。到这里影片就结束了。这部影片是阴阳路系列的第4部，有了前3部的经验，导演邱礼涛直接把鬼片拍出了人情味儿，尤其是第1个故事送骨灰，展现出了马里奥对莉莉至死不渝的爱情。故事情节精效又带着悬疑感，唯一不足的就是第2个故事，本来是2对情侣的蜜月大考验，结局却有点虎头蛇尾。
没弄清阿荣做没做坏事，就仓促下线了。我是小 K，我们下期见。